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今天这个影片是说960跟2377在关卡是战斗的经过，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说实话，这一次的战斗960发生了很多小失误，像这一次拿下关卡的速度其实是比2377还要更慢的。在以往的 KVK 中，都是960拿下的速度会比较快。推测2377拿下关卡的速度应该是比起960还要快了大概7秒左右，等这个通知出来需要2秒到5秒左右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通知出现之后，960还没有拿下这个关卡。也因为2377拿得比较早的关系，他们在一开始就已经丢要塞在2个关卡5的门口前面了。我们先说一下下面的关卡，那可以看到960主要进攻的地方就是拿下下面的关卡5，不要让2377有机会可以拿到任何一个门口，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上方红色旗帜的方向都是往下面的关卡5走过去的。但你们也可以看到2377的策略，他们就是丢了一大堆的要塞来阻止960，让他们烧掉一个要塞之后还要再烧另外一个要塞，这也算是策略之一啊，就是用暂缓的方式让960不会这么快触碰到主要连接关卡前面的要塞。那确实他们的计划也成功了，你们可以看到原本他在关卡前面呢是还有再叠多3个要塞的。960是成功拆除了3个要塞，但是前面还有2个要塞已经成功建好。当他们建好之后，就把960在关卡附近的要塞都给拆掉了。同时间2377也是把下面要塞也是建好了，然后扩大了他们的领土，建了不少的旗帜，让他们的玩家可以牵程过来。战线变得比较短，他们进攻也比较快，就变成960在下方关卡前面的要塞全部都守不住，只有在后方被旗帜包围着的要塞成功建起来。所以在下方其实960是已经成功包围了圣域，但是失去了进入关卡5的权利。另外一方面是上路的关卡5，你们可以看到2377是已经放置了3个要塞，而960因为拿下关卡比较迟的关系，他们只能在2377的要塞后面再放置了2个要塞。那从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如果960真的要稳住拿下一个关卡5的话，其实走上面的路线会比较快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歧路是比较短的，比起红色。不过因为960想要拿下2个关卡的关系啊，所以大部分玩家其实都是在下面的关卡5，而不是上面的关卡5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战斗的关系啊，当我在战斗的时候有听到一些队友说，他们在建旗帜的一些部队其实是被打掉，已经死掉了。或许这个也是导致到他们建造旗帜速度比较慢的关系，但也因为这个决策而导致到2377就连上面的关卡要塞都已经建立好了，我们还没有建立好。当他们建立好之后，就把960的要塞都拆掉了，所以后来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。2377在关卡5前面的2个要塞都已经成功建好，他们还额外丢置了2个要塞，而且也是开始建造旗帜了，他们的领土也比较大，比较漂亮。而且这个时候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，其实960的玩家已经上去上面帮忙打架了。或许是在这个时候960发现到这个情况不太妙，他们必须要先拿下上面的关卡5，所以才调动了部队去上方的关卡5，想要试图拿回这个关卡5。但从图片上你们可以看到有很严重的领土问题，不够领土让960的玩家牵程，战线也比较远，就变成说没有办法拿回这个关卡5。后来地图的情况就变成这样了，960原本在上方有大量的蓝色旗帜都已经被2377给断开，因为他们在那边又丢置了2个要塞的关系。当他们的 NW77 已经建立好之后，他们就往下建造旗帜，然后把960蓝色的旗帜全部给断掉，就连紫色的旗帜也是一起断掉，直到来到河岸的地方。但是下方的情况也是不太乐观，原本960的旗帜是已经到达关卡前面了，但是又被反推回去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960开始做防守线了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后方有建立了很多个要塞。当时候960的想法就是打算用要塞建起了一道墙，然后利用后面的一条河流来作为960的防守线。为什么卡在这个位置会比较重要一点？虽然在这个区域2个关卡5都没有拿下，但是960可以通过上方盟友的关卡5进入到区域6，然后再从这边防守的位置开始建旗帜出去，可以大大的增加拿下区域6的概率，又或者至少可以在区域6那边旗帜建造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就是因为如此才看到这样子的画面，960把所有的旗帜全部都卡在中间，然后利用了很多要塞建起了一道墙。会把规模缩小到这么小呢，也是因为之前战线太多了，960需要跑7个方向，
把战线减少之后，960要过去战斗的方向会比较少一点。但是2377似乎是已经知道960在耍什么把戏了，所以2377他们是一直主动的要去进攻，一直建造旗帜。所以960这个战略其实没有持续多久，再后来还是被突破了。你们可以注意看右手边的领土是已经有被入侵了，并且在中间原本有一个960的要塞了，也是被烧掉，然后2377就把旗帜给建进来。其实他们要突破这个地方也是迟早的事情。那情况变成这样子，960就发了亡国邮件，宣布960在区域5的战斗已经失败了，然后让玩家全部回去安全区，并且说到这一次是管理层的失误，不管是领土规划、战斗决策还是人员安排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。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就是960过于高傲，低估了2377的实力。960一直以来都是用高傲的目光去看待敌人，从未真正体验过失败的滋味。所以接下来管理层会重新检讨，并对所有问题进行重组调整。关于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，因为我之前是跟2377战斗过一次，还有观战过他们 KVK 一次，就有说到其实2377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弱，是有机会可以打败960的。至于我对2377的看法，除了在之前960有跟2377合作之外，2429的时候我也是有帮忙战斗。说实话，2377的号召能力有一点恐怖而且他们的玩家几乎是24小时都有在线了。所以我觉得2377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打败960，但是这一次2377的能力其实比起上一次我在帮助2429战斗的时候还要更强了，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但我觉得这一次960失败反而是好事情啊，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检讨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地方，哪一些地方要更改。最重要的就是我很少会看到960写这样子的邮件承认自己错误了，承认自己低估了敌人。当然这个邮件也没有这么短啊，后面还有说之后要怎样去规划，包括战术决策、人员安排、资源储备。最后还有说到，虽然这一场战斗已经失败了，不过 KVK 还没有输。这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过去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问题，这就看之后960要怎样去安排吧。以上就是关卡式的战斗过程，还有960那边所发布出来的声明。接下来是我对2377的观点，确实这一次2377是真的做得很好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他们的号召能力很强，只要哪一边需要玩家，他们就会马上派玩家过去，也会维持玩家的活跃度，不会让他们的玩家只是在野战而已，也会想着办法去进攻960。而且2377的野战真的是很强，做得很好。因为这一次960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玩家都是在拉扯，就变成说我们的战线一直在往后。不过我在960内部战斗的关系，所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就是因为第一天不够管理层帮忙，原本负责野战指挥的人他就跑去管理了旗帜还有要塞建造的部分。因为没有其他管理层帮忙的关系，所以就导致成我们的野战打得很散，大家都像无头苍蝇那样自己打自己的，不然就是一直往后撤退而已。如果当天有野战指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拆掉2377在关卡5前面的要塞的，但也就是因为指挥要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工作，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专注在指挥野战，只能偶尔来指挥而已，所以才会看到960野战的表现不如以前那样。至于93的部分，其实在开关卡之前呢，我是很担心93可能没有办法拿下那个区域，但是93是出乎我意料，他们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从这个画面上你们就可以看到1093究竟是丢了多少个要塞。他们丢这个要塞是有策略的，因为要塞可以拖延他们建造旗帜的速度，他们需要拆掉了另外一个要塞之后才可以再往前推进。因为93他们的旗帜是从最上方那个方向开始建造出来的，所以如果他们用慢慢建造旗帜的方式出来的话会很慢，如果只是丢好几个要塞的话，就很快让敌人的旗帜碰上然后被拆掉。所以1093这个做法其实是很聪明了，还有巧妙的利用地形建造要塞。这是他们目前的情况，93是已经拿下了这片区域大量的领土，然后1365他们只剩下下面这一小块而已。而且他们现在的情况基本上跟第一天没有差太多，一开始还有蛮多玩家去嘲笑1365很弱，但说实话至少他们表现还是比960还要更好，至少他们还拿下了一个关卡5，至少他们的领土还守着。虽然有一部分是因为93他们没有太多高战的玩家，所以没有拼命的去围殴要塞，不过至少还是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跟365打消耗。
就已经有开始不少玩家在说，难道960这一次又要光靠1093来获得胜利了吗？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KVK 过程，还有960所发布的公告。这各位有什么看法呢？你们觉得下一个区域6 960有能力可以拿下吗？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，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